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的老板欢瑞世纪死守古装剧，电影帝国正在崩溃，泰媒体深度解读。鼎盛时期的欢瑞世纪000892，SC 旗下拥有杨幂、杨紫、杨洋、李易峰、贾乃亮、何晟铭等多位名人明星，制作了如《青云志》《宫锁心》《古剑谭》《大唐荣耀》。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电影帝国，称霸古装剧市场。如今，公司的帝国正在瓦解，公司顶流明星纷纷离去，人才中介业务收入规模锐减，公司连续3年亏损超过16亿元，影视剧被退片，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连续4年上市3年财务造假，被查处案子等问题，最近又受到监管方的一系列质疑。公司命运的起起落落与行业变化和管理决策不无关系。从行业来看，2012年以来，现股趋势逐渐显现，公司业绩一再亏损，公司业绩一直在赔钱，公司业绩再次陷入亏损。关于长久和平什么时候播出的问题，泰媒体 APP 给欢瑞世纪发了采访信，但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青年导演编剧、网络作家高喜顺告诉泰媒体 APP， 目前限制古装剧的趋势依然存在，其中就包括对悬疑古装剧题材的限制。现在的行业趋势更倾向于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如华策影视300133SC 等影视制作公司目前有向网络短剧转型的趋势等上。奇迹剧积压4年未播，巨额应收账款已悉数累积。2019年亏损5.51亿元，2020年亏损7.85亿元，2021年亏损3.34亿元，欢瑞世纪连续3年亏损。仔细回顾，公司全年亏损与计提坏账准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等有关，其底层逻辑与公司坚守古装剧市场息息相关。近日，深交所向欢瑞世纪发出的年报询价函，再次涉及市场和平应收款拨备等问题。据悉，公司2020年财务报告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保留意见的依据是世界上最长的和平延迟播出，无法确定影响5.06亿元应收账款可收回性及是否需要调整与剧集相关的应收账款减值准备。但该会计师事务所在2021年年报中表示，上述保留所涉相关事项的影响已消除，随后受到深交所的质疑。据悉，世上最长的太平是一部小说改编的，讲述了隋末唐初李唐在统治者之间的争斗和混乱中崛起，步步高升的故事，一步步走向贞观。该剧由连奕明执导，董哲编剧，张涵予、秦俊杰、李雪健领衔主演。截至2020年底，欢瑞世纪斥资3.6亿元打造的古装剧。早在2017年，世界上最长的和平就为了获得发行许可而被杀。2017年，世界上最长的和平收入高达5.67亿元，占档期主营收入的36.18%，对应于该剧向东阳 Hi-Lo 影业等平台的销售收入。腾讯、爱奇艺和优酷。谁能想到，原定央视8台的世界上最长的和平，却被暂时停播撤档。在随后的几年里，这是巨额应收账款的全部应计。原定于2018年播出的世界上最长的和平未能播出的原因一直备受猜测。影视公司积压的剧集多年没有播出，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因为审核没有通过，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好的平台，或者和平台之间的价格尚未协商。目前电视剧的发行策略是以网络电视为主，先有电视频道，再有腾讯、优酷、秋游等网络视频平台。另外，演员阵容、内容问题等也可能是延迟播出的原因。高喜顺对泰媒体 APP 表示，至于播出延迟的原因，公司只说线上档期因素。时任公司总裁赵浩成在2018年度股东大会上回应称，退出的原因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技术安排。积压、退片接连上演，决策层难逃责任。上述世界上最长的和平已经4年没有播出，市场猜测与上古禁制等有关。泰媒体从上述业内人士处获悉，从2012年开始，古装剧限播趋势逐渐显现，直到2019年最强限古令出炉，不少古装剧不得不延期播出，甚至出现无法通过审讯等问题。
消息人士还表示，上述限制主要是题材，包括宫斗剧等题材，除了唐代，题材的高度重复性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上述背景下，欢瑞世纪的管理层依然不惜重金打造古装剧，而世界上最长的和平延迟播出所造成的损失也很难说与公司的决策无关制定策略。关于世界上最长的和平何时播出的问题，公司尚未回应，但公司高管赵浩成曾公开表示，世界上最长的和平未播出与剧情无关。其实不只是世界上最长的和平，该公司另一部耗资 1.19 亿元的古装剧《封神降临》也有巨额的坏账准备金，这是欢瑞联合打造的上海新文化传媒。公司在回复2020年年报问询函时，公认因政策原因无法播出电视剧《封神榜》，按概率计提坏账准备 2.14 亿元退片播出等。公司监制冯绍峰等主演的《山河明月》近期也出现了跌倒准备金超2亿的问题，导致2021年巨亏 3.34 亿元。泰媒体 APP 了解到，《山河明月》2017年投资，2018年3月开拍，同年8月杀青，总成本高达 3.97 亿元。历经近4年的杀青，终于在2022年4月2日获得发行牌照。方面，由于播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该剧的实际销售价格与此前的报价发生了巨大偏差。公司测算《山河与月亮》每集发行价约40万元，全渠道销售总收入预计仅 1.63 亿元，差价高达 2.33 亿元。缘起的费用，限股之势，欢瑞世纪接连沦陷的古装剧，很难说是慎重的决定。一位业内人士坦言，相对于现实题材的剧集，古装剧是相当高的，一般都在1亿以上，所以需要影视制作方在做决定之前做全方位的考虑。公司与阿里话剧项目合作涉及标的，来自公司年报。中短期来看，欢瑞的剧集播出也未必一帆风顺。业内人士告诉泰媒体 APP， 目前限制古装剧的趋势依然存在，其中不乏悬疑古装剧等题材的限制。今年5月，全国电视剧设置备案公示，来自广电总局。至于影视剧题材的趋势，高喜顺告诉泰媒体 APP， 目前的趋势还是以写实题材为主。根据广电总局发布的全国电视剧设置制作最新数据，今年5月，古风题材仅有3个，110集，占比 7.69%， 分别占公示总数的 8.38%， 其中古代武侠题材2个70集，古代其他题材1个40集，而24个当代题材777集。今年前5年的总片数分别为 7.69% 和 8.38%。总体来看，今年前5个月，每月古剧集数在3部以下，占比个位数，今年1月甚至为0。反之，古剧集数欢瑞世纪正在创作的系列仍然是少数。公司正在创作的影视剧片名类型，来自公司年报。相比之下，与欢瑞世纪不同的是，华策影视、创文传媒002-343SC 主打现当代题材。2021年开拍的7部电视剧中，有5部是现当代剧，包括谭松韵走近风。文传媒预计2022年获得发行许可，完成制作或开拍的7部电视剧中，有5部是现当代剧。预计2022年取得发行许可，完成制作或开拍的电视剧项目中，5个项目中有4个都是现代和当代。欢瑞世纪对古装剧的痴迷，也与公司大部分 IP 资源都是古风题材有关。连续4年造假和管理问题，除了影视题材控制不当导致公司巨额亏损外，欢瑞世纪在财务控制、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管理也存在问题。连续3年上市4年造假，这是市场对欢瑞世纪连续多年金融造假的惊人事实高度概括。2017年7月，臭名昭著的影视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历时2年的查处，财务造假的事实浮出水面。欢瑞世纪公告显示，2013年至2016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欢瑞影视存在提前确认营业收入、延期计提坏账准备、超额计提坏账等会计差错，计提应收账款，减少应付账款，增加营业收入。其中，在《古剑奇谭》《微时代的爱情》《4大名将》等多部影视剧中，都存在过早确认收入、非原创等问题。遵守会计准则等早于电视转播权转让的生效时间，这导致公司2013年至2017年的真实业绩与公开披露的业绩存在显著差异。
上述调查结果公布后，公司时任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陈元及其夫人钟俊彦被分别处最高刑和警告处分，欢瑞世纪也被处以最高人民币的罚款60万。除赵浩成、张瑞、王宪民等公司高管以及董事、监事外，被处以高额罚款。2021年9月，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陈元、钟俊彦变更为赵浩成，公司董事长也变更为赵浩成。本次变动中，陈元夫妇通过股权转让共套现10.8亿元。值得一提的是，欢瑞世纪起家于当时名为三和影视的横店影视城，成立于2006年。据公开资料显示，从诞生到2011年股改时，公司已由陈爱德、钟俊彦两对夫妇100%持股，诞生了名副其实的夫妻店。从2011年的股改到2016年兴联成功壳上市期间，据不完全统计，陈元夫妇通过股权转让套现超过3亿元。公司一批高管被处分，来自公司公告。管理层换届，新任董事长兼实际控制人赵浩成上任，欢瑞世纪是否会迎来变革？答案很难确定。资料显示，在此次新任命之前，赵浩文也是欢瑞世纪的高管之一，曾担任公司总裁、副董事长，也曾在金融诈骗案中受到处罚。目前，除董事长一职外，公司高管层级尚未出现较大变动。杨紫等顶级明星纷纷离去，重创人才经纪业务。公司中诚艺人的外流，也可能反映出公司管理层缺乏乐观情绪。去年11月，公司董事长赵浩成上任后不久，杨紫就宣布与欢瑞世纪的6年合同到期，成为公司唯一的顶流明星。杨紫的离开可能会对公司的人才中介业务造成重大打击。公司半年报显示，2021年上半年，人才中介一人1号实现收入2039.26万元，占当期收入的33.08%。2020年上半年，人才经纪一人1号收入1429.71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的56.42%。由于杨紫是公司最顶级的明星，业内普遍认为杨紫是公司期间的头号明星，业内普遍认为一人1号就是杨紫。其实，在杨紫之前，已经有不少签约明星离开了，其中有杨幂、刘恺威、李易峰、贾乃亮、何晟铭等头部流量明星。截至2021年底，公司签约艺人仅剩任嘉伦、程毅、李小冉、张雨绮、颖儿、侯梦瑶、袁冰妍、张睿、刘雪怡、何中华等20位签约艺人，锐减20位艺术家。与2020年底的40多名签约艺术家相比，艺人的相继出走对公司产生了重大影响。2021年公司人才经纪业务收入仅为1.07亿元，相比2018年人才经纪业务高峰收入2.11亿元，几乎是一半。此前接受采访的消息人士坚称，公司对个别艺人的依赖度其实已经很低了，对公司业绩也不会造成影响。综合来看，展望未来影视剧等行业的发展趋势，电视剧板块依然受到看好。简基金首席研究员张柱然对泰媒体 APP 表示，疫情居家隔离期间，追剧已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必然选择之一，电视剧板块目前被视为规避疫情的最佳选择。影院行业的实体空间，各类互联网电影都有自己的专属 IP 流量，针对特定人群，未来发展前景会明显好转。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公众提供广泛的产品和服务。华策影视总裁傅冰星在今年的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公司短剧项目正在筹备中，预计今年投产。在2021年年报中，华策影视也明确表示，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短视频以及影视二次创作的发展，影视剧版权运营逐渐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新亮点。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